做完鹰嘴豆味噌后，我把剩下的鹰嘴豆做成了鹰嘴豆豆腐，被熊猫先生评为喵星食物，结果把猫得罪了，所以肥丁决定来点改良。鹰嘴豆可是个宝贝，里面含有丰富的植物蛋白，营养又高，纤维多低脂，对想增肌减脂的小伙伴们超合适，特别是那些对大豆过敏或者喜欢纯植物饮食的人。只要几个简单步骤就能把鹰嘴豆变成豆腐，绵密细腻，不管是做甜的还是咸的都能搭配。首先把鹰嘴豆洗干净，然后在泡水里加点自制的鲜味粉和一点盐，你不介意豆腥味，直接用清水泡都可以。搅一搅，接着把鲜味高汤倒进棉布袋过滤。用鲜味粉的汤汁浸泡鹰嘴豆，把棉布袋一起放进浸泡的汤汁里，然后放进冰箱冷藏过夜。浸泡1晚后，鹰嘴豆就会吸足水分，重量翻倍哦。第二天取出棉布袋，这样既能保持汤汁的香味，又不影响豆腐的口感。把汤汁和豆子放进食物调理机打粗糙一些，不用打得太细。然后把鹰嘴豆浆倒进豆浆布里，双手用力挤，让豆汁流出来。这就是鹰嘴豆浆了。你会看到鹰嘴豆渣会有粗细不均的颗粒，这种程度就对了。如果打得太细，淀粉出得太多，豆腐的口感反而不好。注意鹰嘴豆里的淀粉会快速沉淀，所以在煮之前记得再搅一搅。把挤出的豆汁倒进平底锅里，最好选直径大的宽口锅，这样更容易让水分蒸发。你看，没有淀粉留下就对了。我使用的电磁炉调至最大火是99档，开始的时候我将火力调至中火，60档加热，同时不停地进行搅拌，很快汤汁就开始变浓，出现小颗粒，这时转小火不断搅拌，不用担心，立刻转至小火并持续搅拌每一个角落。我把火力转至20档，快速搅拌，避免锅底烧焦。我用平锅铲可大范围化冻，鹰嘴豆浆很快就均匀煮熟了。你看小颗粒就消失不见了。这种豆腐不需要任何凝固剂，靠的是豆子里面的淀粉及豆汁一起煮到浓稠，冷却后就会凝固，跟做凉糕的原理差不多。至于什么时候要停火，我们可留意豆浆从勺子滴下的状态。轻轻刮锅底，当豆浆流动的慢了，但还能快速合起来，滴热速度却很快，这个时候冷却是不会凝固的，要继续努力再搅拌一会。判断豆浆能成功凝结有3点：当豆浆炒到可以容易的拨开见锅底，豆浆能挂在锅铲上不轻易落下来。最后有不容易消失的丝带状滴落，就可以关火，倒进耐热容器里，不用涂油。鹰嘴豆浆的量越少，炒的凝固的速度越快。如果你只有100克的豆子，可能只需10几分钟，像我这个300克的分量，差不多用了25分钟。把表面抹平，放在冷水里大概1个小时就能凝固，冷却后放进冰箱，让豆腐内部也完全冷却。冷却的豆腐会自动脱离容器，摸上去炸时有一点弹性，轻轻一按边缘就能分开，这样就成功了。如果鲜味粉没有过滤，味粉会搞得鹰嘴豆淀粉凝固的时候很粗糙，口感也会变得怪怪的。
如果豆浆在下锅前没搅拌均匀，淀粉没全加进去，那豆浆就缺少淀粉，结果一定无法成功凝固。如果鹰嘴豆打得太细，淀粉出来太多，煮好的豆腐会变得很硬，而且出水很多，弹性不好，很容易裂开。成功的鹰嘴豆豆腐，淀粉和水的比例刚刚好，冷却后有点弹性，不容易断裂散开，放几天也不会流太多水。你们可以看看这个切面。因为加入了鲜味高汤，覆盖了鹰嘴豆原有的豆腥味，熊猫先生终于不再称为喵星食物了。这款鹰嘴豆豆腐经过加热煮熟后冷却，我觉得不太适合煎或烘烤，因为直接加热它又会变回糊状，口感变得像豆泥。如果在夏天，可以做成冷盘，咸的可以搭配喜欢的酱料。我试着做款日式凉拌豆腐，用自制七味粉调味，自制吉野家酱汁，撒点樱花虾干，再加点煎鱼干昆布，出乎意料之外的好吃。点点都被吸引过来了，但是猫咪不能吃的啊。煮汤是另外一个轻食选择，放入热汤里，微温口感会很嫩，跟自己做的鹰嘴豆味噌真的很搭。我觉得这款豆腐挺像豆糕的，不加鲜味汤泡的豆子，也可以搭配黑糖蜜当甜品享用。用不完的豆腐可以冰箱冷藏3到4天，只要豆腐表面没有出现粘液，没有酸味都可以吃。当然食用前蒸热杀菌会更卫生。鹰嘴豆腐如果存放的久会出水是正常的，剩下的鹰嘴豆渣可在大火中蒸15分钟。可以做鹰嘴豆味噌，或者可以烘干脱水，也可以研磨成鹰嘴豆粉，加入面团里做面包或馒头用。神奇的鹰嘴豆还可以做素奶油和蛋糕。想看更多鹰嘴豆食谱，请关注订阅我，点赞收藏。谢谢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